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们又相聚在我们彩墨山水画的大讲堂了哈。今天我们这段话呢，大家看到了哈，还是我们上周给大家画的这张小六尺的。上周呢，我开始看了一下哈，这个整个这个浪花啊，这些把那个整个水往下涌的感觉，是吧表现出来了。今天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两处的浪花呀，中间汇合。这个汇合这一块呢，就说是，其实我就稍微画了一点点哈，我稍微用铅笔打了一点点印子，只要把这两处的把它一画了以后，这些中间这些空档的一些地方哈，其实很简单，就怎么样把它衔接起来。大家这张画，如果你们都能很好的去把这个就是这浪花这些衔接呀，浪花的那个翻滚啊，这些都画得很好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你们画龙啸呢，不管是画龙啸也好，还是画我们的浪花也好，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所以这张画很重要。这张画呢，也是我们这个这学期里哈，算是很重要的一张作品啊。所以说，希望呢，我们通过画这一张这个龙啸这张作品，能够让大家能够把水的这一关把它过了，那就是非常好的了哈。我们因为任务很紧，所以说也闲话不多说了，就直接上干货。好，现在准备那个，开始调色哈。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连贯性的画，没有连贯性的话呢，就有可能就是在调色的时候呢，你把颜色调不准，其实无所谓的哈，其实无所谓，只要对这个画了解的比较那个，其实颜色都能很简单的调色，其实很简单哈，你要大致掌握一下，就是说我们哪种颜色加哪种颜色是什么颜色啊，这个很重要。好，你看我这里要用很多的，这个水，所以说我这里你看，对啊，这个水是蛮多的哈。有这么多的水，如果要把它调得很稠的话，颜色用的就很多。我们首先加胭脂，这个远远不够哈，要它很稠的话，一定要把颜色给调均匀了，就是全部调均匀，调散了，因为大量的用的话，有可能有时颜色会没调均匀的话，到时候突然会有一点颜色跑出来，是很讨厌的。胭脂。坐标，适当的可以加点墨，藤黄。因为下面一点的这个浪花还是非常的深的，所以加点墨呢，让它厚度有厚度。你看我们在这里看鼻上就有这个黄色，这时候如果你不管它，它会在鼻上，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揉散了。特别是大面积的用色的话，用色用的很多的话，那就要特别要小心。你看，我把它调散了以后，我再往里面走。
藤黄用了很多的藤黄，把它都调好了以后，觉得差不多了以后，然后会加一点白色，哎，这就像我们在咖啡里面加了一点咖啡伴侣一样的，哎，让它整个感觉到呢，就是比较柔和。有一位老师说卡的厉害，您自己卡的厉害，你把你自己是用手机还是用什么看的啊？把自己的内存这些清理一下缓存。这个卡的厉害与你内存的大小或者电脑的这个配置啊、网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好，基本上通过这些添加以后，这颜色逐步的呢，就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你可以把你调的颜色，在这下面画一下，然后对一下，基本上对下来以后呢，差不多了，是吧？你看，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了啊。像我们这个直播的话，哈，如果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哎看得很流畅，就是你一个人卡的话，那就是你的网络问题哈，是自己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个都是非常流畅的哈，因为我从我的视频上看啊，都是很流畅。我也是拿了个大的视频投影到视频上，然后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的这些我都能看到。我刚刚给大家说了，你看我们上周哈，我们把这个大浪把它画出来以后，哎，大浪画出来以后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呀，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浪把它衔接起来？你看，这个也是，其实画这些的浪哈，这个浪这么宽，这个浪只有这么窄，哎，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小，你看这边还有一点更小的，所以有些大小的浪啊，这些把它连起来，就让它协调了，这样协调了。其实调色就跟炒菜一样啊，慢慢来，少次啊，就每次少加点颜色，多加几次，这样去调整。就是每个人炒过菜的，就是这一次盐放多了，下次你盐放少一点啊，都是差不多。老师经常说的调色理论就是炒菜理论，大家慢慢去多尝试一些，就找到一种感觉了。我经常给大家说的话，就是我们同样都是这么一点佐料，是吧？炒菜的时候啊，有些师傅就把那个同样这么一点佐料，他就把这个菜炒得非常好吃。哎，有些他这个佐料他就用的不好，就把这个菜啊炒的就很难吃。这个就属于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佐料用的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纸是平的。然后我刚刚觉得它这里拱起来啊，有一点拱，就觉得不舒服画的不舒服，马上调整一下，把这里加了一个磁铁，这里加一个，这里加一个，把它就我画的这一段至少保证是平整的你们也是一样的哈，在画的过程中，现在我看好多学员都已经做了这个板子，非常好哈，非常好。我们用这种在墙上画，那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好处哈，非常多的好处。你首先第一，在这个大城市寸土寸金的地方，是不是？在墙上我们这一个大画板，它一点不占我们这个房间的空间，
是吧？一点没有占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好处。特别是在上海、北京啊，一平方也是10万块钱的话，我做一个不要太大吧，做个3米乘2米的板子，那也是6个平方呀，就是少占房间6个平方。你说是不是那个很节约空间？好，这个就算了，关键是怎么样呢？在画的过程中，你看我的头的话一直都是平视，就是我没有去用什么，没有用这个就是颈椎啊往下。如果你在桌子上画的话，你的颈椎一直是要低着头，那画一会儿你会觉得头昏眼花，画一会儿就觉得很累，啊，颈椎就不舒服。这个只有颈椎病的人啊，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有颈椎病了。好，这是一个，关键是在怎么样，在画的过程中，你看我有时候画着画，然后我就会退后看一下，它可以全方位的去看到，哎，我要画的这个画呀，它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好，边给大家说，在墙上画的这个好处，我们边这一块，你看基本上就把它一个大浪一个小浪是吧，就把它给过渡过去了。在过渡的时候呢，那这些浪花要把笔闪开一点。你看，我们这画的这个鼻，现在鼻上的这个很干，把有些地方再强调一下，该虚的就让它虚进去了。该不要它太清楚的就不要太清楚。好，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浪画过来以后，要想办法接前面的浪。你只要一层一层的接过去以后哈，然后逐步就跟那边就汇合了。把这个画好以后，好，我们现在笔上差不多没有颜色了，我再加点。我们又把要画的这一边，哎，又把它打平了。它这个龙啸的这个浪呢，跟我们平常画的浪还不一样，因为我给大家说了，是很多的水突然涌到某一个点上，然后从四面八方的水涌到一个点上以后，这里的水涌下来以后，它产生的这个浪花，产生浪花以后，突然这里这一浪它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自己怎么流啊？往这边流也是挡住了，往那边流也流不走。它就互相在里面涌动，哎，这就是要画出那种涌动的感觉啊，涌起来的感觉。
画这个水的时候呢，你像就我们说给大家说可以这么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依据。就是说，你比如说，哎，如果我这里有块石头，它顺着石头走这些顺着石头这个就是流都很好办。现在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依靠，是不是啊？它全部都是水。好，然后但是有一个方法让你能够很好的画好这个水，就是什么呢？你只要大的方向大的方向你把它画好了，然后哎，你看它这里一个大浪下来以后，紧跟着，因为又有回的浪过来它又回一些小浪，就是大大小小的浪衔接到一起以后，形成了一些变化。浓效的话，浪法是特别多的，而且画起来很累。我相信我们提高班的很多老师都画过浓效也知道就是怎么画浪花呀，也知道画浪花很累。那么在这个老师在画浪花的时候的话，也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我们工艺群的事情。我们提高班我看有很多老师都加入了这个我们的增钢彩墨山水工艺群。目前的话，公益群一共是5个群，我们提高班呢，每位老师我们就进一个群就可以了。如果您一开始扫描了我朋友圈发的这个群的2维码，进到多个群的话您就保留一个群，其他的群退出，因为把更多的机会让给这个喜欢彩墨山水画的粉丝朋友们，因为您一个群和5个群完全占用您自己的个人的时间空间群多了，手机上的微信每个群的信息特别多，占用您的内存这一些，所以的话，大家保留一个群去学习交流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提高班大多数的都是参加过老师3期网络班还有一些参加过面授班的得到的提升都特别快，也有好几位跟我提议就是想作为往助教老师这方面去发展，都是可以的非常祝贺大家。如果您也有想往助教老师这方面发展的话您可以给我发下您的作品，然后的话把您的想法跟我说一下，后期的话会针对助教老师也都会进行一些重点的一些去指导大家怎么去做好助教老师，怎么去点评作品，这块都会有去教大家的。好，我们刚刚这个向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公益群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呢有多进群的，主动退出来因为到时候我们如果是有发现的话，有可能会请你出去，这一点请大家理解请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占5个群的资源那想进来的人，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想进来的人就进不来。好，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然后
这边又逐步的又开始往这边移，往这边移动。移动的时候，也不要全部都是这个水哈，有些地方呢还得这个有比较深的一些空间哈，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些浪衬出来。你比方说怎么样有点深的空间呢？大家看哈。助教老师不用全职的啊，助教老师要求画彩墨山水要画得好，因为只有您自己画得好了啊，您才能更好的去辅导别人。你看，我现在先把这一块先把它画的比较深一点，好，然后逐步把它和这里的浪衔接，啊。哎，你看，逐步和这里浪衔接，在衔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注意它这块深的这一块，哎，要跟这边这个亮的这一块，要通过一些浪花呀。哎，通过浪花，你看，现在笔这是非常干的，我这个就是揉出它这个浪的同时，那个说有点偏红的感觉，我是故意的哈，你这个证明你的显示器是非常好的。其实这里和这里是稍微有一点点偏红，啊，稍微有一点点偏红。为什么呢？它是在前面啊，它是在后面。我最前面的呢，我稍微让它偏红一点，那整体的色调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哈。我开始中途我还专门去对比了一下。好，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一画了后，是不是这个水涌动的感觉基本上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是吧？整个感觉啊，这些都非常的，这就非常的好。当然后面还要再接啊，在这些哈，还有一些水浪水雾这些还要进去。好，我们把这里画完以后，这一块深的也要想办法跟它和这边浪要衔接，一点一点的接。总归来说，就是让它你看我的笔是散得很开的啊，是散得很开的。在画这个浪的时候，在画这种涌动的这种水的时候一个就是要把笔散开，第二个呢，在画的时候手是在抖动，你看我的手一直在抖动，抖出这些浪花的感觉来抖出浪花的感觉。
好，需要跟这个深的衔接的时候，我这用笔用的稍微重一点。没有这些深的，没有这些比较深的地方哈，它就突不出这些比较亮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画的过程中，有些该深的地方，你就让它深啊，让它非常的深；有些该亮的地方，让它非常的亮。哎，它们有了这个反差以后，整个这个效果其实才好哈。你看我画到这里以后，其实从这里到这里，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是吧？也就一步之遥了。我们这里就慢慢的过渡过去就可以了。虽然这里我是画的有铅笔影，但是画到这个程度以后，有时候啊，你还靠不了它，你还得根据它这个浪的一种感觉啊，把它走过去。大家看，这跟我平常画的浪花，小溪的浪花完全不一样的画法。互相涌动，然后